两个手无寸铁的奴隶被告知，只要能穿过眼前的玉米地，他们就能重获自由。却不知身后的猎人已经挑好武器，意识到沦为猎物的两人拼命逃跑，但刚刚躲过利剑身后，擅长投掷的猎人再次瞄准了他们。这次幸运之神不再眷顾猎物，看着同伴倒在自己眼前，男人害怕极了，他一边拼命的逃跑，一边惊恐的回头查看。男人被长矛贯穿身体，猎人们兴奋地欢呼庆祝。这是玛雅文明末期残忍的猎杀游戏，全身被涂满蓝色染料的俘虏，没有一个能跑出这短短几十米的距离，但这个男人的眼神却异常坚定。轮到他时，他跑出了与常人不同的爱心曲线。但男人的求生欲望越强烈，猎人们就越兴奋，只是不管是利剑还是长矛，通通被男人风骚的走位巧妙躲过。男人成功引起了猎人首领的兴趣，看着男人纵剑摆定，首领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但就在首领的儿子准备上去彻底解决他们时，还没死后的同伴一把将首领的儿子拽倒在地，男人趁机掰断剑。在首领儿子靠近他时直说要害，等首领发现儿子摇摇晃晃跌倒在地后，才意识到不对，他拼命朝儿子跑去。侥幸活下来的男人趁机跑进了玉米地里。首领看着自己奄奄一息的儿子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，他缓缓站起身，带领着身后的手下一起快速地跑向玉米地。一场真正的猎杀游戏刚刚开始，但受伤的男人也有一个必须要活下去的理由。昨晚他们整个部落遭到袭击，为了保护怀孕的妻子，男人将他们遗留在了一个深坑里。如果男人不能回去，他们要么会被饿死，要么沦为野兽的食物。所以男人拼命逃跑，而一心想要报仇的猎人们却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伤口的疼痛让男人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他迅速爬上眼前的大树，即使伤口再疼，他也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猎人们已经来到了附近。可尽管男人已经非常谨慎了，伤口的血却开始顺着树叶往下滴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到了路过的猎人身上。好在猎人没有感觉到，可转头男人却遇到了更大的危机。男人与猎豹赛跑，求生的欲望让他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奔跑速度，可他要面临的危险却不仅仅只是这只猎豹。发现他踪迹的猎人们也迅速追了上来，两面夹击，男人不敢有一丝松懈。眼看黑豹离他越来越近，猎人也与他并驾齐驱，可光顾着抓捕男人的猎人根本没发现男人身后的猎豹，于是他就沦为了猎豹的食物。看等猎人的同伴赶到，猎人已经被撕咬成了一堆马赛克。在将黑豹打死后，其中一人意识到这是不祥的征兆。当时没有人当回事，可刚才男人奔跑的速度俨然像一个黑豹一样，这让猎人们开始忍不住担心，但他们的对话很快被首领制止。首领肯定男人是因为害怕才跑得那么快。男人咬下一块树皮放进嘴里嚼碎后再塞进伤口继续奔跑。这时猎人也在树上发现了男人身上的染料，可下一秒一条毒蛇突然扑了上来，尽管猎人反应迅速将蛇扔了出去，但同伴只是看了蛇一眼就知道被咬的猎人没救，于是众人无情地将他抛弃，追逐仍在继续。而这次猎人们看到了男人的身影，但放出的箭和投掷出去的石头通通被男人灵活地躲开。但跑了一路的男人却突然停下脚步，前面没路了，有的只是100米高的瀑，摆在男人面前的两条路仿佛都是死路，但跳下去或许还有一丝希望。于是男人纵身一跃，朝深不见底的瀑布径直跳了下去。猎人首领看着平静的湖面，觉得手下口中所谓的预言纯属扯淡，可下一秒男人探出脑袋，一切还未结束，男人站起身向猎人们高呼，面对这样的挑衅，首领肯定不能忍。于是手下赶忙出招，他们可以从瀑布的两侧绕下去，结果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胸。首领命令所有人像男人一样从这里跳下去，运气好的还有生还的可能，运气不好直接一命呜呼。男人见状急忙跑进森林，可跑得太快，一个没注意却跌进了沼泽地。男人越是挣扎，下降的速度也就越快，很快整个人都陷进了沼泽地。可男人并没有放弃，拼了命的从里面爬了出来。他放肆地呼吸了2口新鲜空气，便站起来打算继续逃命。但突然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闪过，既然这是他的森林，为什么不能将他们全都杀死？男人在森林里抓到了一只毒青蛙，他将尖锐的树枝插进青蛙的身体，这样就能获得几根有毒的尖刺，紧接着将身上的黑泥抹在树枝上，制造出一副他从这里经过的假象，然后躲在茂密的树林里静静等待。终于追击他的猎人发现了踪迹，他将树叶卷成一根筒对准猎人。就这样，猎人无声无息地死在了他的毒刺下。但等他上前查看时，听到动静的猎人同伴突然折返，一场近身肉搏在所难免。可手无寸铁的男人却没有一丝恐惧，而这个猎人还是杀死他父亲的凶手。男人没有丝毫犹豫地为父亲报了仇。可这时天空却突然下起大雨，被困在深坑里的妻儿就危险了，很快雨水就漫过了小腿。更糟的是，怀孕的妻子在这时有了生产的征兆，男人不敢有一丝放松。与此同时，猎人们再次追了上来，等男人赶到时，妻子和儿子已经被雨水漫过了大半个身子。这时猎人们已经追上了他，没办法，他只能朝前继续奔跑，而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却似乎已经等不及。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，女人将儿子拖在肩上，双脚摸索着找到一块石头。暂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后，女人调整呼吸，咬紧牙关，开始拼命使劲。肚子里的孩子在水中成功分娩，但如果丈夫不能顺利摆脱猎人的追击，他们母子还是必死无疑。
但这边对男人紧追不舍的猎人首领已经架起弓箭，这次男人没能躲开，但他却咬牙再次站了起来，而且忍痛掰断了插进胸口的剑。猎人的首领为了给儿子报仇，打算手刃了这个男人，可男人对冲过来的首领却没有丝毫畏惧，结果下一秒，首领被男人提前准备好的陷阱贯穿身体，当场领了盒饭。截止到现在，追击男人的7名猎人只剩下最后2人，男人仍旧不敢松懈。水莉的妻子和儿子还在等着他，但这时3人却在沙滩上齐刷刷停下了脚步，海洋上出现了他们压根没有见过的东西。趁着猎人们上前查看的间隙，男人连忙转头奔向妻子。好在妻子和孩子被雨水淹没前，男人赶到了。好不容易团聚的一家人，看着出现在海岸边他们从未见过的生物，默默地走进了森林。